这就断了。这把刀叫唐衡刀。好一个萧晨！本刺史原以为他只是拔掉了王家这颗钉子，没想到还从边军里给我调出了一条大鱼。大人，知宁关边军涉案。知宁关边军涉案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本刺史无权直接处置，但边军有人通敌，便是朝廷的心病。我等只需将这证据递上去，朝廷必会下诏重整知宁关防卫。到那时，我的府军便不再是协防，名正言顺，直接镇守。程飞听令，本刺史再拨给你1万兵马，升你为都督，负责镇守知宁关。末将谢刺史大人提拔。王家刚灭，幽州尚未安稳，你先回去守好知宁关，再从帐下挑一人担任青云县尉。县令，本刺史随后派去。走的时候再拉1箱银子回去。这是你应得的。谢大人。王家一倒，这么多银子全落进大人手里，京城那些士族知道以后，只怕要坐不住了。坐不住又能如何？这些年他们借王家的手，从幽州刮走了多少银子？如今王家通敌，大人手中还握着他们与王家的往来书信。士族根基深厚，须留3分余地。明公之意是，把萧晨推出去。王家是他查的，人是他杀的，先斩后奏抄掉王家的也是他，功劳由他来领。朝中那些士族若是要找人出气，自然也该去找他。大人这一招不仅拔掉王家，收下赃银，夺得知宁关，还提前为自己找好了退路，一箭4雕，下官佩服。少说这些没用的，立刻整理证据，给朝廷上一份奏折。此事宜早不宜晚，不能给京城那些人反应的时间。等等，所有功劳全都记在萧晨头上。从发现萧福的账册，到暗中调查王家，再到遭受报复，被迫先斩后奏，全部写萧晨一人所为。下官明白，这份奏折定会写得合情合理。一定要让京城那些人牢牢记住这个名字。来人！将军，你还真一直守在外面。
属下怕有人打扰将军休息。我睡了多久？整整2天2夜。有事便说。将军，库房里的银子太多了，属下这2日一直守在这里，就是等您醒来拿个主意。现在库房里一共有多少？现银20万两，另外还有2箱黄金，折算下来也有20万两左右。40万两，全放在青云县军营，太显眼了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军营留下3成，其余7成，今晚全部秘密运进邙山，运到黑风寨密库。不错，你亲自押送，此事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是，将军。吃完便动身。将军，您不再歇歇？都睡了2天，再睡下去，银子都要让人偷走了。所有箱子重新贴封，马蹄裹麻。进入密道之后，任何人不得点火。是。将军，您终于来了！刘大脑袋，将军好端端的，你放心什么？王管家，你再叫一句试试！老子这是担心将军遭了王家的暗算。刚见面便想打架，带人卸货。是将军。王管家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银子。啥？这些箱子里全都是。我的乖乖，将军这是把谁家银库给搬空了？再啰嗦，军法处置。我不问了。之前放下山的那些铁匠有多少人回来？将军，我正要向您禀报此事。刚开始我也以为他们没几个人愿意再回来，可5日之后，竟然回来了400多个。400多人，加上岳无欢手里原有的100多名铁匠，如今
我们有将近600名铁匠，还有100多名木匠。现在有钱，也有人，只差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造反的机会。造反！怎么？怕了？将军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将军要是做了皇帝，我怎么也得混个禁军统领吧？末将岳无关见过将军。起来吧。不错，壮实了不少。看来这阵子没少挥锤，闲着没事儿就跟着抡2下。怎么样？产量如何？将军，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强太多。这2天已经出了不少钢坯，我正想着要不要把王家留下的铁坯都回炉加炭，炼成钢坯。不行，钢坯要炼，熟铁也得留着，光有钢不够用。是时候教你们点真东西了。去，叫几个手艺最好的铁匠过来，再拿1块钢坯，2块熟铁。是。看好了，打！将军，为啥要把成型的铁反复折叠啊？这样损耗太大了。本来能打3把刀的料，最后怕是1把都出不来。损耗是大，但把杂质捶打干净了，这就是百炼钢。子京，去提1桶桐油过来。是，将军。刀型就照这个来，叫唐横刀。这是刀！将军，这刀身窄，刀身直，比寻常剑还长，上了战场真能用吗？你们都觉得这刀除了好看，没别的用？刘虎，你用制式刀跟岳无关试试。是，将军。我的个乖乖！一刀就劈断了！将军，这刀也太神了，都是铁打的，为啥它这么硬还这么锋利？刘大脑头，你把刀给我，这是将军带着我们打的。
不给，你砍断了我的刀，这把就得赔我。行了，像什么样子？都是带兵的人，抢来抢去成何体统？这刀叫唐横刀，可劈可刺，可砍可撩，兼具刀的狠厉与剑的灵动，是真正的战场杀气。将军，这刀要是列装全军，咱们的战力能翻1倍，请将军下令批量打造。岳无关听令。末将在。从今日起，严格按昨夜的工序，锻打2000把唐横刀。采矿先放一放，全力造刀。我给你1个月时间，1个月后全军列装。这3天先赶制200把，优先装备战狼亲卫营。是，将军。3天之内，200把唐横刀必交付战狼亲卫营。还有200把月牙匕首和刀一起赶出来。末将定不辱命。给你了，看你眼珠子都快沾刀上了。谢谢将军，我就知道将军最疼我。别光顾着高兴，3天后战狼亲卫营在黑风寨集合，全员配刀后，你带着他们在山里特训。要是带不好这200号特种兵，我就拧下你的脑袋当夜壶。是，将军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凡身中黑印者，即为阵亡，立即退出战场。从今日起，基础训练全部暂停，新增实战演习科目。将军，江将军，你们练得不错，但光练队列没用，得见真章。左右两营持涂炭木刀对抗，身上留痕即判定阵亡。你们2人各为总指挥，战术自行安排。演习为期1个月。实战演习？将军，这真让弟兄们对着砍？怎么，怕了？末将不怕，就是不知输赢有个什么说法。有彩头。2营每人拿出2两银子当赌注，赢的营下个月军饷发7两，输的营发3两。末将遵命，末将遵命。这李青手底下的兵还挺硬，硬啃啃不动。正面拼占不到便宜，那就换个法子。赵龙那小子肯定以为今天打完就完事儿了。都给我轻点儿，端了他的指挥部，咱们第1局就稳赢。李青，你耍诈！大半夜的搞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兵不厌诈。演习从宣布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谁规定夜里不能打仗？将军，李青他不守规矩，半夜偷袭，这不算数。不算数。日后上了战场，敌人会等你穿好衣服，摆好阵势再打吗？会因为你在睡觉，就不杀过来？夜袭用得不错，这一局李青胜。
吃一堑长一智，还有29天，输一局而已，找补回来就是了。是，末将明白了。太傅大人，韩父兄至王珂是我们部的案子，还敢连根拔起，这是摆明了要给我们撕破脸。没错，他这是挑衅，真当我们士族无人了不成？急什么？韩父以为把一个小小的县仪推出来当替死鬼，就能把自己摘干净？太傅大人，我们得立刻反击，不然他韩父还以为我们怕了他。反击是自然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丞相那帮人正盯着我们，跳出去正好落了他们的圈套。韩父想让我们把怒火撒在这个叫萧晨的县狱身上，那我们就偏不如他的意。太傅的意思是，农户出身，无门无派，这样的人死了对韩父不痛不痒，那我们就顺水推舟把他捧起来。明日早朝，本太傅亲自请旨，给萧晨连升3级。妙啊，釜底抽薪。韩父想扔颗弃子，我们就把这颗子钉在他幽州的地盘上。他拔了我们一颗小钉子，我们就埋下一把尖刀。等萧晨长了兵，这幽州可就不是他韩父说了算了。韩刺史，这一道是给青云县县尉萧晨的。这群老匹夫！公公一路辛苦，一点薄礼不成敬意，不如在幽州多住几日，让本官尽尽地主之谊。哎呀，韩刺史太客气了。既然如此，咱家就叨扰2日。那这道给萧晨的旨意，萧晨本就是你的下属，这道圣旨交给你传达，合情合理。什么时候宣，全看韩刺史安排。公公说的是，来人，带公公去驿站歇息，今夜风华楼设宴，为本官陪公公接风。大人，太傅这帮老狐狸，这是摆明了要扶持萧晨斥衡您啊！想借萧晨的手掣肘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大人，这圣旨能压一时，压不了一世啊！萧晨的都督是朝廷亲封的，刻意压着，怕是会落人口实。官是封了，可兵源、粮饷、军械都攥在本刺史手里。他一个光杆都督，拿什么组建2万府军？当务之急是知宁关，你立刻给程飞写信，借彻查通敌叛徒的名义，全面接管知宁关防务，把王大山给我软禁在营里。边军指挥使我撸不掉，但一半控制权必须拿过来，是绝不能让太傅的人抢先一步。下官这就去办。程飞，你什么意思？带兵闯我边军大营，想造反不成？王指挥使，朝廷下旨彻查边军通敌一案，在查清楚之前，所有边军不得出营半步。从今日起，知宁关城楼防务由府军接手，你和你的人就乖乖待在营里配合调查。你敢？王指挥使，抗旨的罪名，你担得起吗？李青，躲躲藏藏1个月了，今天最后一局，敢不敢光明正大拼一场？有何不敢？我正嫌防来防去没意思，今天就硬碰硬，谁输了谁掏20两银子请客。跟我玩光明正大，兵不厌诈，先拔了你的军旗再说。赵龙，你输定了！我的人现在估计已经砍倒你的胸旗了。你以为就你有后手？我早留了人守大帐，还派了一队人去抄你的老巢，现在就看谁的军旗先倒。赵龙，你不讲武德，说好的正面决战。讲武德？你第1天夜袭的时候怎么不说武德？
等着输银子吧你！演习结束，双方停手。将军有令，全体教场集合。这局不算，我们机器肯定是后倒的。哼，放屁！明明是你们先倒的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别耍赖！决胜的时刻，真正的杀气也终于亮相了。将军，岳无关按您图纸打的这玩意儿，声势真大，半座山都能听见。安静！我宣布，30天实战演习，1营10胜11负，2营11胜10负，最终胜者2营。按规矩，2营下月军饷7两，1营3两。但银子只是彩头。这1个月，你们从只会摆阵的新兵，变成了懂夜袭、懂防守、懂应变的兵，这才是最值钱的。你们一定好奇，他们腰间的是什么？这是唐横刀，劈砍破甲，远胜你们手里的制式刀。从今日起，全军分批换装，而你们要配得上这样的刀。末将遵命，必带兄弟们练好本事，不辜负将军厚望。必带兄弟们练好本事，不辜负将军厚望。哈尔忽死于青云县的消息传回王庭，东湖震怒。草原大雪封路，部落断粮，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攻破知宁关，南下劫掠。我知道你们全都眼馋这把刀，刘虎演示一番，让大伙开开眼。现在，告诉我，你们想不想要这柄刀？想！王子京，分发！记住，沙场之上，刀是你们并肩的兄弟。若是弟兄战死，遗体无法带回，刀必须带回来。此刀锻造工艺世间独一份，价值10倍普通战刀。一旦落入敌军，我们今日的下场就和这草垛一样。我造出它是想减少你们的伤亡，但战场从无侥幸。我要你们每一个人打完仗活着回来，活着回来。1月演习辛苦，3日内全员休整，无操练。敌袭！东湖大军压境！报！10万东湖兵马逼近关隘。点燃狼烟，全军即刻集结！弓箭手全部登城！敌射射程，立刻放箭！步骑搬运火油，滚石原木，死守城墙！800里快马传令周边所有县巷，即刻发兵支援。单凭守军难以出城野战，死守待援。所有边军全部调出，加固城门。攻破此关，南云郡粮草财物尽数归我东湖。
罗丘比率2万步兵先行攻城，3日踏平知宁关。放箭！炮射停止，近身点射。弓箭手后撤，火油滚石准备。清点伤兵，储备木料滚石。全部兵力收缩主城楼，远端角楼放弃。紧急军令：东湖10万大军围困知宁关，周边各县即刻领兵驰援。集结全军，你带一队亲卫进山巡阅无关，限时打造2万枚破甲利器，完工火速送往知宁关会合。刘虎随我先行登城，其余兵马快速跟上。那处角楼被敌军占了，切断城墙防线，主城楼腹背受敌，你带2000人夺回来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末将遵命。刘虎，别管身后，认准角楼一路杀过去。李青，带500人守在此处，断敌后路，与我互为呼应。来将何人？报上名来！你又是谁？我乃东湖右大都尉薄丘比，哈尔忽是我兄弟。听说你杀了他，今日我便取你狗头祭他。取你性命者，萧晨。撤！快撤！
赵龙，往前再站2个垛口，左右布防。刘虎，清理尸体，就地构筑防御。是，将军。5万精气，这才是东湖的真正杀招。你真的一夜就把角楼夺回来了？都督谬子，这些东湖兵攻城打了1天，早已力竭，末将只是恰逢其会罢了。好，好样的！等刺史大人到了，我亲自为你请功。23000步兵，还剩多少？回小壮王，只剩不到1万。那萧晨的士兵手里的刀太邪门，能直接劈断我们的弯刀，刺穿皮甲，弟兄们根本挡不住。2000人就把你们打成这样，此人若不除，将来必成我东王大患。传我命令，休整2个时辰，所有步兵集中攻打城门。今日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撞开知宁关大门，放骑兵入关。末将遵命。所有火油滚石全部调去城门，其他角楼守军全部下城支援，快！撤退准备跑！弟兄们，上！支援边军弟兄！撞开副门，放大军入关！骑兵营全体下马登城，去副门后上马迎战，其余人撤回关外平原列阵。李清、赵龙带弟兄们撤，顺着楼梯上城墙，跟大部队会合。冲锋！左右2翼包抄，打散他们的阵型。将士们，援军到了！5营6营从2翼切入，替换边军和宪兵。1到4营随我正面冲锋。撤！快撤！撤！没那么容易。想走，传令下去，全军整备，随我追击！启禀大人，东湖呼延尔庆率10万大军来犯，5万步兵尽数死于攻城之战。大人驰援后，又歼灭2万骑兵。如今，他仅带3万残兵溃逃。我军伤亡稍后再报。先带人打扫战场。是。参见大人，东湖不惜代价封攻城关，你觉得是为何？
大人是说，东湖草原出了大乱子？哼，没错，他们就是想趁我们不备，入关劫掠渡灾。好在程飞守住了关隘，给我们争取了战机。如今东湖国力空虚，你不觉得正是收复岱巴二郡的好时机？大人不可！岱巴二郡被东湖占了10年，百姓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收回来也是累赘，还要耗钱粮驻守。东湖来年缓过气，必定再来反扑，我们根本守不住啊！哼，谁说我要守了？我要的只是收复师弟的功劳。至于守不守得住，你忘了府衙里那道给萧晨的圣旨？大人的意思是，此事稍后再议。传令下去，5万精锐即刻出关追击，趁他病要他命，把岱巴二郡给我拿回来。一切全凭大人做主。将军，一营折损237人，2营折损219人。盔甲不足是大问题，好在我们不是守城主力，不然伤亡只会更重。把城里所有大钱百姓都抓起来，押到城楼和城门去！我就不信韩馥敢连自己人一起杀！呼延二庆就这点本事，拿百姓当挡箭牌。大钱的军队杀进来呀！我们帮你们开城门！援军听令，杀进城去，一个不留！形势极端，韩馥简直太过偏执！撤，快撤！东湖小大王呼延尔庆已被本刺史斩杀。将军，这些都是大钱的百姓啊！韩馥他怎么能……闭嘴！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不得议论，不得面露异色。可是将军，没有可是，现在是战时，祸从口出，都给我记清楚。难怪不见老人孩子。东湖占了10年，老弱早就死光了，只留青壮种地当奴隶，连繁衍都难。末将参见刺史大人，参见别将大人。程飞来了，坐。此战你守关有功，回去之后必有重赏。大人，末将有要事禀报。哦，何事？大人，庆云县萧晨的兵马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？当初关隘多处失守，末将派萧晨带2000人夺被3、4千东回兵占据的角楼。本以为他最多拖延敌军，没想到他一夜就拿下来了，而且只折损了200-300人。他手下的兵比末将的府军精锐还能打。庆云县府兵之前是什么样子，大人您也知道。萧晨接手才3个月，不可能练成这样。有点本事又如何？在幽州地界，
他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曹太傅那帮人不想扶他上位当第二个王家吗？咱们就顺水推舟，把他扔去带82郡，前有东湖，后有知宁关。等东湖来年反扑，咱们把知宁关一封，他萧炎就算有3头6臂，也插翅难飞。哼，跟我斗，朝堂那帮老东西的手伸得太长了。程飞，回去之后我拨你3万兵马，牢牢守住知宁关。日后东湖打回来，你就掐死他的退路。是，大人。被朝中人物点名升官，所练兵马又胜过我的府军。谁在背后念叨我呢？将军，化雪天冷，别是受了风寒，要不找军医看看？将军，您说在韩父眼里，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满城的人说杀就杀了。带82郡备战10年，在韩父眼里，这些百姓不是子民，是累赘。他要的是收复失地的功劳，不是这群吃不饱饭的奴隶。当时他急着追呼延尔庆，百姓挡了路，自然就成了绊脚石。我不是替他开脱，是告诉你们，身居其位，谋的是自己的利益。韩父杀呼延尔庆，凭这一件功劳就能在朝中再进一步，百姓的命在他眼里远比不上军功。为了功劳，就可以滥杀无辜吗？这值得吗？值不值，要看站在谁的立场。世家大族眼里，百姓本就是蝼蚁，这世道比韩父狠的人多了去了。这帮狗娘养的世家，凭什么作威作福？所以我们要变强，只有我们手里的兵够多，刀够利，才能护住想护的人。现在2000兵马撼动不了他们，但总有一天可以。庆云县县尉萧晨何在？刺史大人有请。我去看看。韩父此时见我，多半没好事。萧县尉，大人在里面等您，您自己进去吧。韩父果然老了，亲兵都训得跟死士一样，这城府深不可测。末将庆云县县尉萧晨拜见刺史大人。我们的大功臣来了，不必多礼。果然是少年猛将，难怪能连根拔了王家这颗钉子。末将萧晨见过别家大人。好眼力，第一次见面便能猜出我的身份，有眼界，是个可造之才。大人谬赞，末将不敢当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萧晨，王家一案的封赏迟迟未下，你心里可有不满？回大人，王家通敌卖国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评判是末将分内之事，不敢求封赏。好，你不求，朝廷却不会亏了有功之称。圣旨已到，陛下亲封你为正六品都督，节制2万府军。末将谢刺史大人提携，叩谢陛下隆恩。起来吧，都督萧晨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率本部兵马镇守代巴2郡，兵员可在当地自行招募，军饷粮州本刺史会按时拨付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守住边境关隘，绝不能让代巴2州再落入东浑之手。末将遵命。退下吧，大军回合之后，你便正式接防。大人，末将有一事恳请，待末将安排好房屋，想回庆云县接双亲来此尽孝，顺便将军营粮草一并运来，还望大人恩准。准了，带一队人马回去，尽快办妥。谢大人，末将告退。
好一个韩馥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升我的官却不给一兵一卒，把我扔在代巴2郡，分明是想借东湖的刀除掉我。不对，他说官职是朝廷亲封，说明升官根本不是他的意思，是朝中有人想拉拢我。他屠尽城中百姓，就是要让这里的百姓恨我怕我，断我收拢民心的路。可惜啊，你韩馥视这里为弃子死地，在我萧晨眼里却是求之不得的风水宝地。代巴2郡地广人稀，朝廷无暇顾及，韩馥弃如敝履，恰恰成了萧晨安身立命、积蓄力量的绝佳地盘。1年，只要给我1年时间，我倒要看看这天下是谁人的天下。将军，看您心情不错，可是有好事？当然是好事。朝廷下旨，升我为正6品都督，节制2万兵马。啊！往后你们也都是正经府军编制，再不是杂牌府兵了。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！先别高兴太早，官是升了，韩馥却不给一兵一卒，让我自行在代巴2郡募兵，镇守此地。将军，这怎么行？东湖只是暂时败退，等缓过气来，必定反扑。韩馥这是把您往火坑里拽啊！是啊，将军，这里民生凋败，无兵无粮，根本守不住。你们俩慌什么？将军笑着回来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，听将军安排不就行了？可以啊，刘虎，长进不小。你们觉得代巴2郡是死地，我却不这么看。韩馥和朝廷都嫌这里是累赘，不会盯着我们，正好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。只要收拢民心，稳步发育，东湖根本不足为惧。将军，民心好说，可我们没银子没粮食，怎么养百姓？怎么养军队？银子粮食的事，我自有办法。我的打算是把这里的百姓打造成军民一体，平时耕种，战时为兵。当下最要紧的是先摸清家底，把人聚起来。我打算把我爹娘都接过来，你们要是信我，也可以把家人接来。我保证，迟早有一天，这里会是乱世里的世外桃源。我等誓死追随将军。李清听令，末将在。大军回朝之后，重伤不治的宰杀取肉，存血保坚；轻伤能治的全力医治。这里的百姓10年没吃过几口肉，东湖给我们送了这么大一份礼，没有不收的道理。1万多匹战马散落各处，要是都找回来，足够我们打开局面。赵龙听令，末将在。你分2营1半人马跟我回去运粮，剩下的人把2郡所有百姓都迁到郡城集中安置，再散出消息，百姓报知战马踪迹，赏粮2斤，能把马带回来的赏粮2斗。末将遵命。刘虎、王子金听令，末将在。刘虎，你跟我们走到半路，就转道去邙山找岳无关，让他带上所有铁匠，把黑风寨的钢坯、铁坯运去庆云县汇合。末将遵命。子京，你一回庆云县就取出所有存银，包括黑风寨的库银，全部换成粮食种子，给你10天时间，不管买到多少，都回庆云县集合。末将遵命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韩馥的大军拔营回撤，萧晨带着人马紧随其后，一场悄无声息的布局正式拉开帷幕。该死，韩废车都要屠村，简直毫无人性！传令下去，就地挖坑，把乡亲们好好安葬。将军，这里还有活口！别怕，我不会杀你。告诉我，别杀我！盔甲的兵进村就杀人，他们还说这是给萧晨的礼物。我就是萧晨。不要杀我！我不会杀你们，他们图错，就是想让你们恨我，怕我不敢靠近我，用担架抬他回巴鸠郡城，交给军医营好好医治，务必救活。将军。萧老弟，真的是你，快进来。萧老弟，回撤路上的事你应该都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程飞洞的手，对吧？是他。
我之前还纳闷好端端的屠村做什么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。朝中下旨升你为都督，韩馥就把你扔去带拔2郡借刀杀人，还屠村坏你名声，这是要把你往死里逼啊！韩大哥果然通透，老弟这次来找我，不只是叙旧吧？有话直说。韩大哥，我想借王家以前用过的那处边境小门用用。你想走王家的老路，走私通商？只不过是反过来，我从关外收货物卖到关内，再换粮食物资运回带拔2郡，所有盈利韩大哥拿2成。你我兄弟谈什么银子？规矩不能破，该你的一分不会少。你我互相帮衬，才能在这乱世里站稳脚跟。刘虎上山接应岳武关了。回将军，昨夜就带人去了。采购种子的人手已经派出去10几波，分头往各郡城跑。10天时间，必须把所有粮草、银子、军械全部打包，所有东西一件都不留。将军，马车不够了，所有车都装得满满当当，还是装不下。立刻去庆云、青云2县征集所有民用马车，能装货的全都拉来，连帐篷都给我带走，一件不剩。是。将军，3箱黄金兑了30万两，10万两买粮，20万两随车带着。这是我沿路画的各郡县地图，您看看。干得漂亮！以后商队每走一处都要绘下地形，有了这些图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晨儿，这一去要很久才能回来吧？娘，这次是搬过去定居，以后咱们就在8郡安家了。那边虽苦些，但有儿子在，不会让您和爹受委屈。你放心去忙正事，我们老两口不给你添乱。岳无关率钢匹银2车为第1梯队先行，王子敬带2种为第2梯队出发。目标：知宁关。是。本都督萧晨奉刺史之命镇守带拔2郡，立刻开城门。将军恕罪，末将奉命守关，所有出入车辆都得检查，还请都督配合。你一个小小的队长，也配查本都督？刺史大人的军令你也敢拦？都督饶命，末将也是奉命行事。我数3个数，不开门就提头来见。1，开城门，快开！快，全部出关，加快速度！都给本都督停下！没有我的命令，1辆车也不许出关。萧晨，你胆子不小，敢胁迫我的部下开门，真当这知宁关是你家的？程都督，我押送粮草赴任是刺史大人的命令，我一个正6品都督，你让个小队长来查我，是不是改天也能派个校尉去查刺史大人？放肆！本都督镇守知宁关，有权检查一切出入车辆。今日我还就查定了，1辆1辆挨个查。别以为朝廷给了你个空头都督的名头，就能跟我平起平坐。在这知宁关，我说了算。行啊，你爱查就查，大不了这带拔2郡我不去了，掉头回庆云县，上书朝廷请辞便是。传令，前队变后队，掉头回营。这都督谁爱当谁当去。是，将军。
站住！谁敢动？程都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既不让我出关，又不让我回去，是想在这知宁关杀了我？看见2名都督在关前火并，你说边军的2位指使会不会把这事捅去京境？到时候韩刺史能不能保你？好，小陈，你给我等着！放他们走！是。将军，总算是出来了。别放松，以后再想从这关回来，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传令下去，加快速度，离关越远越安全。将军，那边有100数个百姓，要不要我带人把他们请过来？不用。为啥呀？咱们正好缺人手。程飞回撤时沿途屠村，百姓现在见了穿盔甲的就怕。我们现在过去，只会把他们吓得更远，还会坐实了屠村的名声。可以啊，虎子，现在都能想到这一层了。那是，以后谁再敢叫我刘大脑袋，我就……打住，你还是叫刘大脑袋合适。末将李清参见将军。侦察兵发现车队踪迹，我立刻带人过来接应了。不错，侦察队练出来了。别叫都督，听着别扭，还是叫将军顺口。是，将军。收拢伤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找回300多匹轻伤战马，还有200多匹死马的马肉都存好了，就等将军回来安排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加速前进，今日抵达8郡城。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求求将军开仓放粮！将军，就这么不管，真要饿出人命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们还没饿到极致。现在放粮，不仅换不来民心，还会养出贪念。你带人在城外控制知州棚，对外就说2日之后施粥。先吊着他们，别让人跑了，也别太早松口。末将遵命。差点坏了将军的事。都安静！再闹，施粥就再延后3天。你们闹一次，粥就晚1天。什么时候不闹了？什么时候再搭棚子？晨儿，城外那么多百姓吃不饱饭，我们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心里不踏实啊。娘，您放心，百姓的事我心里有数。您和爹安心住下，就是帮我最大的忙。你娘就是心软，你放心去忙正事，家里有我，我和你娘不给你添乱。
将军，府里没下人伺候二老不行，让弟兄们留下几个吧。我们保证把二老照顾好。将军，让我留下，我干活利索，我干活利索。想什么呢？都想着躲训练是吧？战狼亲卫的战场在演武场，不在这后院。刘虎，你去伤兵营问问，那些重伤退下来的弟兄，愿意来府里当差的，待遇均享不变。末将替弟兄们谢将军。将军，所有马肉都分割好了，用血埋在校场存着。只是天开始化雪，存不了太久。马肉不用愁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发下去。伤马好好养，开春之后有大用处。将军，百姓那边麻烦，我按您的吩咐召集百姓，可好多人不肯来。城里城外都有东湖的探子，一个劲儿怂恿百姓跟我们对着干。好几次我都差点忍不住动手。没动手就对了。现在百姓本就怕我们，一旦见血，就真成了死仇。韩复屠村留下的烂摊子没那么容易收拾。周鹏的事照旧，他们越闹，你就越停。记住，把耽误施粥的锅甩到那些闹事的人身上。将军是说，让百姓恨那些挑事的？去做吧。行，既然有人不想喝粥，那今天就不搭了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不是我们不施粥，是有些人故意捣乱。他们闹一天，你们就多饿一天。要怪就怪这些不让你们吃饭的人。将军，您说这些百姓怎么就那么糊涂？明明是东湖人奴役了他们10年，我们打跑了东湖，他们反倒信东湖探子的话。不怪他们，百姓这辈子求的从来不是谁统治他们，是能不能吃饱饭，能不能活下去。谁能给他们安顿日子，他们就认谁。东湖人再坏，好歹给他们一口粗粮吊着命。我们刚来，除了韩复留下的屠村名声，什么都没给他们。不信我们，太正常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韩复这是摆明了要跟我们撕破脸，收复岱巴2郡。现在满朝保守派都站到他那边去了。太傅大人息怒，如今韩复风头正盛，丞相的重心又在南面，我们再跟他硬拼，只会让丞相渔翁得利。不如先暂避锋芒。这韩复也太狠了，打下岱巴2郡，他只要功劳，根本不管守不守得住，还把萧晨扔过去当弃卒。你们只看到他要功劳，却没看懂他这一手是一石五鸟。其一，收复失地，声望盖过其余8州刺史；其二，讨好了朝中保守派，收获朝堂支持；其三，天下百姓念他的好，日后能吸引流民入幽州；其四，打压我们的势力，把知宁关牢牢攥在手里；其五，把萧晨这个不稳定因素扔去边境，借东湖的刀除后患。赢了，功劳是他的；输了，黑锅是萧晨的。着急想把我当弃子，韩复，
你打错算盘了。别拦着大棚子！你们不想喝粥，我们还想喝呢。对，就是，每次都是你们几个闹，害得我们喝不上粥，安的什么心？继续大棚！将军，什么时候能施粥啊？有人快撑不住了！何时施粥？我需回禀萧都督定夺。将军，您真是神了！百姓真的自己站出来对付那些挑事的人了。这就是人性。他们想要活下去，自然会推开挡路的人。我们不是操控人性，是引导人性。舆论也是战争，有时候比真刀真枪更管用。末将明白了。吩咐王子章准备好明天的粮食，再准备些过筛的细土，一起带上。泥土？将军要泥土做什么？去办就是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不到3万人，还是太少了。熔炉还要多久能投产？回将军，再有3、5天就能开火了。照着这个样子，1个半月内给我打出1万副出来。这是犁，可这犁阳是弯的，这叫曲原犁，比现在的直原犁耕地更快、更省力，1头牛就能拉得动，翻土也更匀。将军，这东西要是推广开，百姓耕地能省1半力气，速度还能快1倍。您这发明简直是救了种田人啊！用普通生铁打就行，结实耐用就好。春耕之前必须全部造出来。末将遵命，就是不吃不喝，也一定按时完工。带弟兄们混进百姓里，按昨晚交代的做。放心吧，将军，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。这个小香啊！终于有粥喝了！从今日起，每日施粥1次，排队领粥，不许争抢，违者取消领粥资格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又糊又掺土，这是给人吃的？你不喝给我们啊！你糟蹋粮食！将军这招也太损了，害得老子也得跟着吃土。哎，兄弟，你说刚才那些人
好好的粥不喝，咋还送人呢？换我，一口都舍不得给别人。谁知道呢？兴许不饿，饿了3天的人哪有嫌粥不好的？我瞅着不对劲儿啊！我知道城外山里有处地方，好像有人藏了粮食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小声点儿，别让太多人知道，人多了就不够分了。晚上咱们悄悄去。不对劲儿，怎么还有巡逻的？普通百姓哪会有人放哨？你看那些人走路的样子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哪像饿了几天的？对啊，咱们走路都打晃，他们怎么精神头这么足？这样，派几个人摸过去看看情况，不对劲，咱们立刻撤。萧晨那王八蛋熬的什么破粥，又苦又涩，老子喝一口差点吐出来。急什么？明天咱们接着煽动百姓闹事，逼士兵动手。只要百姓跟守军反目，等王庭大军一来，咱们里应外合。哼，这8成还是咱们的。就是，等拿下8郡，女人粮食全是咱们的。忍几天算什么？是东湖人，真的是东湖人，几百号人，还有马。他们明天还要闹事，害我们跟将军作对。不行，咱们得告诉城里的将军。只有将军能收拾他们。对，报官。不能让这些东国人得逞。没错，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城门口报信。大家现在就回去，把这事告诉所有人，别再被东国人骗了。将军这招真绝，不用咱们动手，百姓自己就醒了。掺土还烧糊了，你们把我们当牲口吗？这也叫说抗议！我们要白种，要干饭，要干饭！列阵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要杀百姓吗？不怕天打雷劈？3万百姓都能喝，就你们不能喝。真当别人看不出你们不饿？将军，他们是东火人。昨夜我们亲眼看到他们在山谷里密谋。没错，他们就是东湖暗探。山谷里还有战马和粮食。污蔑！你们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！刘虎，带人端了他们的老巢。赶去的百姓，本将军重重有赏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勇士们，拼了，杀出去！1营2营，杀，一个不留。把他们杀了他们，替我孩子报仇！恐惧破了，民心就稳了。王子清马上将军，赚大发了！山谷里除了粮食，还有700匹精良战马，
大多毫发不伤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战狼亲卫，每人配一匹精良战马。真的，谢将军。一匹好马对当兵的比命都金贵。别光羡慕他，以后有更重要的差事给你。对了，粥改好了吗？都按您吩咐的，纯素米马肉粥，还加了粗盐。昨天的粥是本将军故意掺的土，目的就是把这群东湖柴灵揪出来。从今天起，每天2顿马肉粥，连吃10天，不管多少人来，都有的喝。谢少将军，将军大恩大德。10年了，10年没喝过带咸味的粥了。将军，这么喝下去，咱们的粮食撑不到半年。10天还好，长久下去肯定顶不住。慌什么？免费粥只吃10天，往后想吃饭就得干活换。刘虎他们换下来的普通战马，都归你管。等稳定下来，有个大买卖交给你，够咱们吃好几年。什么买卖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人都聚过来。将军，人越来越多，粥棚快不够用了。让赵龙再搭10个粥棚，再从百姓里挑些可靠的人过来帮忙煮粥。咱们的人只管秩序。10天10粥，大家可还满意？满意，谢少将军。但今天是最后1天免费粥。天下没有免费的饭，东湖还在关外虎视眈眈，后方的撤兵使还在屠村。我萧晨是被朝中权贵扔到这儿的，他们想借东湖的刀杀我，而你们若是东湖打回来，只会再当10年奴隶。告诉我，你们愿意再被东湖人奴役吗？不愿意，不愿意。好，那就跟我一起干！闲时为民，战时为兵，咱们自己种地，自己守城，自己报仇。都听将军的，跟将军干！报仇，驱逐东湖！报仇，驱逐东湖！10万民兵分营编制，接下来2件事：第一，春耕，所有荒地全部开垦，曲园里很快就能造好。第二，训练，青壮每日操练半个时辰，剩下时间全力种地。咱们走集体路线，同吃同住同劳作，先把这个坎迈过去，等粮食丰收了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末将遵命。韩父想把我困死在这儿，他想不到这片弃地会成为我龙兴之地。原1营2营编制取消，升为1军2军，10万民兵分属2军。愿有1800名士兵全部晋升队长，每人统辖60名民兵。原有校尉升为营正，统辖20队。末将领命。曲晋江、王朝阳、刘云飞、赵大海听令，命你4人为2军副将。曲晋江、王朝阳协助李清，刘云飞、赵大海协助赵龙。末将遵命。记住，男女营区分开，头1个月先练战军滋养精气神，别上强度，身体先养好，等雪化了，全力备战春耕。是，将军。就选离城近的这片地，先开垦出来。10万人种不了2军的地，
先把近的做成良田，河道支流按图纸开挖，保证灌溉。将军，咱们没有耕牛，光靠人力翻地，赶不上春耕啊。不是还有4000多匹伤马吗？治好了不能上战场，拉铃耕地正好。马耕地比牛快，就是费点精疗，先撑过今年再说。将军，成了！您要的酒曲我们做出来了。这么快？按您说的，腊靴草、甘草、茯苓混糯米研磨，密封发酵，试了几十次，终于成了。收好，专门腾间库房存着，别受潮。放心吧，将军，都安排好了。回去让军医营分2波，一波继续做酒曲练缝合术，一波抓紧研制青霉素。是，将军。参见将军。快起来，都不用多礼。弟兄们，仗打完了，你们身上带了伤，想回家的，每人领30两银子安家；不想走的，我给你们安排新差事，月饷3两不变，你们自己选。我们跟着将军不走。将军，咱们存粮本来就不多，真用来酿酒，万一……放心，酿出来的酒可比粮食值钱多了。商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10几个人先去探路，跟韩福龙指挥使那边也递了话，就等咱们的货出来。都看仔细了，就按这个法子来。半个月一批，发酵好就蒸馏取酒，等第一批酒出来，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您要的蒸毒器木匠们正在改，第一批合格率不高，半个月内肯定能用。不急，稳着来。找铁矿的事儿有消息？找到2处矿点，就是品位不如邙山的，产量不高。我已经让人接着找了。铁矿的事慢慢来。现在有个更急的任务，大刀。不用按之前唐横刀的工艺来，包钢法保留，折叠锻打次数减半，只要比边军制式刀好就行。成本太高，咱们耗不起。秋收之前，至少打出7万把刀，能不能做到？末将遵命。就是昼夜不停，也一定完成。以后你别只管铁器营了，酿酒、冶铁、打造农具兵器，以后整合成产业园都交给你管。紫金管贸外销，你们俩一文一武，就是10万军民的大管家。谢将军栽培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干活把银归。天生神力啊！将军，我去问问。将军，那人叫霍启，大伙都说他天生神力，现在还没敞开吃呢，吃饱了据说能把马举起来。他们队一天干的活是马耕的2倍。刘虎，盯着这个人，他的情况每3天跟我汇报一次。是，将军。大伙停一停。参见萧将军。
光靠蛮砸不行，必须用巧劲。都看好了。将军神了！将军，这是天生神力！少来这套，这叫借力打力，靠的是凿子撑裂石头，不是我力气大。排凿与锤戟，这锤柄哪儿来的？回将军，是小的在山上砍的，普通木头不耐用，这树浑身长刺，木质结实有弹性，用着顺手。别怕，你立大功了。今晚伙房给你加一块肉，我说的。谢将军。这种硬木做枪杆、做锤柄再好不过，要是储量大，能省不少金铁。要是有消石就好了，直接炸石头，哪用这么费劲？将军，您说啥消石？没什么。将军，您刚才嘀咕的炸药到底是啥好吃的？吃的。走，去前面那座山看看。哈哈哈，果然是侧木，宝贝啊！将军，这树浑身是刺，硬的跟石头似的，哪儿好了？将军，你偷袭我！疼吗？疼就对了。这拓木硬中带刃，是做工做马足的极品材料，堪比低配碳纤维。不就是块硬木头吗？我一天能砍50颗。就这颗，你试试。我的乖乖，这木头比铁还硬！少贫嘴，回去带200亲卫，拿斧头来砍。1天之内砍50颗大腿粗的拓木回去，少1颗军棍伺候。是，将军。别用弹簧刀砍，砍坏了我扒了你的皮。把遮木劈成筷子粗细的木条，3米长1根，削好立刻泡进桐油里。最外面3层白皮不要，中间反红色的树心单独挑出来浸泡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将军。头酒度数最高，接半堂就换坛子。将军，让我们尝尝呗。行，每人1口，多了军棍伺候。将军，这酒也太烈了，跟烧包子似的。这头酒叫醉仙酿，尾酒叫烧八子。咱们能不能养活这10万人，就全靠它了。将军，这么多米糟扔了太可惜了吧？谁说要扔了？刘虎带人进山里头抓野猪了，以后酒糟都拿去喂猪。将军，您看这2头肥不肥？
行啊你，以后山上的野猪都抓回来养着。酒脏喂猪，猪长大了给居民改善伙食。将军，这酒的定价20斤一坛，头酒叫醉仙酿，批发价10两银子一坛。尾酒叫烧刀子，批发价1两一坛，给酒楼留够利润，才能卖得快。出关走知宁关的秘密小道，黑风寨当据点，卖完酒别留银子，全部换成粮食、粗盐、布匹运回来。10万张嘴等着吃饭，全靠你了。将军放心，末将定不辱使命。路上小心，入关藏好兵器，别暴露身份。遵命。总管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青云县。县城有钱人太少，卖不上价。去南云郡城，7大郡城，咱们一个个打过去。站住，接受检查。官爷辛苦，一点心意，买碗茶喝。进去吧。总管，这些兵也太黑了，百姓进城都要钱，咱们平白无故被讹100文。这就是规矩，咱们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管闲事的。记住，在外别叫总管，叫我王管事。管事的，打听清楚了，城里最大的3家酒楼分别是聚德楼、聚玉楼、春风楼，都是郡城里有头有脸的生意。幕后东家是谁？时间太紧，没探出来。找3个小坛子，把酒分装了。咱们一家一家去会会。你们店里什么酒最好？爷您问着了，咱们聚德楼的2里红，那可是南云郡一绝，喝过的客人没有不夸的。哦，这么好的酒，多少钱一壶？回爷，一壶300文，实打实的好酒。行，来一壶尝尝。好嘞，您稍等。管事的，他们1斤酒就卖300文，咱们20斤一坛的烧嗓子才卖1两，这也太便宜了。急什么？先看看他们的酒是什么成色。管事的，这酒卖300文一壶，还不如咱们的烧麻子够劲儿呢。看来将军定的价还是太保守了，区区郡城的招牌酒都敢卖这个价钱。去，把你们掌柜的叫来，就说你们的酒有问题。好嘞，管事的，咱们直接说谈生意不行吗？2里红是他家招牌嘛，非得说人酒有问题。要是说谈生意，他未必肯见我。就是阁下说我聚德楼的2里红有问题，我劝公子想清楚，污蔑聚德楼的招牌可不是小事儿。掌柜的别急，是不是有问题，您尝过我这坛酒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好酒敢踩我2里红的名头。要是不如2里红，公子得赔我100担名誉损失费。可以。好酒，入口烈，落喉顺，度数比2里红高了不止1筹。掌柜的觉得我这糙烧酒比你家2里红如何？这酒，公子从哪儿弄来的？
幽州境内，我从没听过这号酒。酒自然是好酒。今天来找掌柜的，本便是有桩生意想谈。不过，烧把子只是寻常货色，我手里还有一种酒，比这烧把子还要好上10倍。10倍？公子不是在说笑吧？开启绝世佳酿。这香气，掌柜的尝尝便知。此酒名为醉仙酿。好酒，当真是好酒，绵烈香俱全，入喉如火，回味留香，就算神仙喝了也得醉，不愧叫醉仙酿。公子开价吧，这醉仙酿我聚德楼全要了。掌柜的先别急，烧掰子20斤一坛，给您的批发价2两5钱银子，量大还能降到2两。这价格，聚玉楼、春风楼我都接触过，给他们也是这个价。掌柜的可以算算，你家2里红1斤卖300文，20斤就是6两。我这烧雹子给你留的利润，足够你打价格战了。行，烧把子我每月要1000坛，按2两算。那醉仙酿呢？醉仙酿产量极低，掌柜的觉得它值多少？15两一坛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16两，18两，这是我的底线了。20两一坛，每月我最多给你400坛。好，20两就20两，每月400坛醉仙酿，1000坛烧麻子，爽快！明日一早，城外小树林先交3成货，剩下的7天后补齐。掌柜的备好银子和车马。好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管事的，后面有尾巴跟着。意料之中，进巷子。管事的，怎么处置？扔这儿就行。还有2家等着我们，别耽误时间。哦，3家掌柜倒是一个比一个精。你们3个分头解决巷子里的探子，别弄出人命，打晕就行。留2个人在城里潜伏，盯着3家酒楼和酒水风声，有消息传出去。公子果然守时，不知货3成货都在这儿，掌柜的可以验货。公子点点数。掌柜的，做生意讲究坦诚，下次再派人跟踪我，可就没法继续了。是在下唐突了，公子莫怪，莫怪。下一批货7天后送到，告辞。管事的，咱们带的货刚好够3家1个月的量，为啥不一次交完，还得分2批？你觉得呢？吊他们胃口，显得咱们货少金贵。还有，多铺几个郡，不让人查到咱们的来路。长进不少，但最关键的一点你漏了，来路。如果只铺南云郡，有心人一查就知道酒从这儿出来，顺着就能摸到咱们的根。多铺几个郡，把水搅浑，咱们才安全。多谢管事的指点，给你个任务，带几个人先去周边几个郡城，摸清当地大酒楼的底，等我过去，直接谈。是。
守卫，活捉那个穿旗袍的，把酒全部带走。敌袭！觉都不让人睡，烦死人！管事的，103名杀手全灭，头目被砍了4只，留了活口。弟兄们只有10个轻伤。干得好，回去每人赏1两银子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聚德楼、聚玉楼，还是春风楼？想知道？做梦！你摊上大事了！不说。再问一次，谁派的？杀了我！幽州杀了我！死士，倒是条汉子。派人查查这些人的来路，看是哪个帮派的。是。东家派去的人全没了，有点意思。查，给我往死里查！我倒要看看这酒到底是什么来头。许三，接下来交货采买粮食的事交给你负责，货分批运，别暴露运货路线，提前规避路上被人追查劫货的风险。银子全部换成粮食、粗盐、布匹运回来。管事的，我怕，万一再遇杀手，我怕应付不来。我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。这些天，你的长进我都看在眼里，生意头脑有，身手也不差，缺的就是独当一面的机会。你记住，咱们身后是10万张嘴等着吃饭，这条线你必须扛起来。那幕后东家吃了一次亏，短时间内不敢再动手，你放心去做。是，管事的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有人说，女人只能在家洗衣做饭、生儿育女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女人也能顶半边天。前线的男人能安心打仗种地，是因为你们在后方撑着家。你们能种地，能织布，能造兵器，你们不比任何人差。将军这本事真是绝了，现在让这些大姐去开荒垦地，估计都不带犹豫的。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还算顺利，就是出了点状况。回府衙说。走。 4个郡城，12家酒楼都签了长期供货。我擅自改了定价，烧王子2两一坛，醉仙酿20两一坛。南云郡的2里红连咱们烧王子都比不上，都敢卖300文1斤。咱们之前定价确实低了。醉仙酿我压了产量，每家每月最多400坛。一来抬身价，二来怕他们收了货倒去别的州赚差价。另外我多铺了几个郡，把咱们的来路藏住了。做得好，是我之前考虑不周，经商这块你比我懂。还有件事。 南云郡城外夜遇黑衣杀手劫货，100多人，全被弟兄们击退了，就是没查出是谁派的。意料之中，这么赚钱的生意，没人眼红才怪。他们要的不是酒，是你这个人，是酒的方子。以后交货多留个心眼儿，每个城都留2个暗线联络人，别轻易露了联络点位。是，我担心一直走幽州地界，迟早会被韩府盯上。不急，幽州先吃透，连幽州城也要扑进去。人手不够就等等。 等民兵训练出来，抽人给你用。过几天我着手建产业园，3万女军兵以后就是生产主力，种地做工2不耽误。将军是想把酒铺去青州，把韩馥的注意力引去那边。